中國人現在最大的幻覺就是，只要再努力一點，再拼命一點，日子就會好起來。但真相是，在今天的中國，越努力，往往只是越加速耗盡自己。有人早上6點起床，擠進地鐵，晚上10點回家，每月工資1萬，看起來不低，賬一算，卻所剩無幾。有人連續加班3個月，獎金卻被通知延後發放。有人一邊還房貸，一邊刷信用卡，靠花唄續命。更荒誕的是，他們不是懶，他們拼到筋疲力盡，但他們還是越來越窮。不是他們的問題，是整個系統在慢慢把普通人榨乾、榨盡再榨乾。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最近一句話直接戳破了現實外殼：中國正陷入強政府、富企業、窮居民的結構性困境。這不是一句情緒化的抱怨，而是冷冰冰的數據結論。首先看一組讓人窒息的數字：中國最終消費率約 55%， 發達國家平均約 80%， 中國居民消費占 GDP 僅 39.9%， 日本 50%至 55%， 韓國 64.6%， 美國高達 68%。也就是說，中國的老百姓幾乎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不敢花錢，也最沒錢花錢的一群人。問題是，他們為什麼不敢花？不是他們不想，是他們的錢根本不在他們手裡。真正的怪異之處還在後面。在很多發達國家，老百姓是主力消費者，但在中國，花錢最多的不是居民，而是政府。中國政府消費占 GDP 比重約 30%， 私人消費比重不足 70%， 而在發達國家，這是完全相反的結構。政府花得越多，老百姓手裡的錢就越少，老百姓沒錢，消費就起不來，消費起不來，經濟只能靠投資、靠舉債、靠硬撐。這不是信心問題，這是口袋空了的問題。而真正最扎心的一刀是這3組數據：中國居民部門收入占比 60.6%， 企業部門收入占比 24.7%， 政府部門收入占比 24.7%。对比發達國家，美國居民收入占比 78%， 德國 73.2%。這不是略低，這是整整10幾個百分點的致命差距。換算成現實，就是如果一個美國人賺100塊，他大概能拿到78塊，而一個中國人賺100塊，只能拿到60塊，剩下的被各種看不見的手分走。更誇張的是，中國政府的財政三本賬占 GDP 的比重最高達到 36%， 而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卻只有 43% 左右。也就是說，國家賬本越來越厚，老百姓的錢包卻越來越薄。於是你看到的現實就是現在這樣：存款創新高，消費卻創新低，商場人流稀稀拉拉，餐館倒閉一排一排，奢侈品賣不動，口紅、奶茶也開始滯銷，年輕人集體斷欲，只敢活着，不敢生活。這根本不是所謂的理性消費，這是一種被逼出來的生存模式。當一個人開始把吃好一點、玩一次、買一件喜歡的衣服，都當作一種犯罪般的奢侈時，那就說明這個社會的分配系統已經徹底壞掉了。但問題到這裡還只是表面，真正讓中國人越來越窮的，不只是錢分得少，而是整個經濟模式從根上就沒打算讓你富。正如美媒外交家點破的那樣，中國優先發展投資和出口，而不是消費。原因非常簡單，投資和出口更容易被政府控制，而消費屬於個人。而一個真正強大的中產階級是最難被控制的。
所以，這種投資拉動型經濟，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讓普通人過好日子，而是為了保數字，為了保權力結構，為了讓看得見的大項目和看不見的普通人之間形成一道永遠無法跨越的牆。而問題是，這堵牆現在開始反噬所有人，工廠庫存堆積，產能過剩，企業利潤一再下降，青年失業率長期高企，畢業即失業，努力卻歸零，房子賣不動，錢也借不上。於是我們看到一種極其荒誕卻無比真實的現象：越勤奮的那群人反而越焦慮，越拼命的那群人反而越絕望，越聽話的那群人反而越被消耗。不結婚，不生孩子，不買房，不買車，不消費，不做夢，人還活着，生活卻已經被抽空。這不是個人失敗，這是被精密設計過的貧窮。真正可怕的從來都不是窮，而是當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開始對未來沒有任何期待的時候，它就不再是經濟問題，而變成了一種慢性塌陷。現在的年輕人正在用腳投票，只是他們投的不是希望，而是逃離。根據共青團與各類招聘平台公開數據匯總顯示，超過 60% 的年輕人表示不相信努力一定會改變命運，近 70% 的城市青年表示不願意生育後代。一線城市中，30歲以下人群的躺平傾向比例超過 40%。這不是一小撮頹廢青年，這是一整個時代正在悄悄熄火。去年全中國結婚登記數量再次刷新歷史新低，新生兒數量持續下跌，跌破800萬警戒線。高考人數今年表面創新高，但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卻持續走低。你會發現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特徵：年輕人沒有消失，消失的是向上的通道。一方面，考公、考編、考研擠爆；另一方面，私企裁員、倒閉、降薪成了常態。一個29歲的年輕人投遞300份簡歷，連一次面試機會都沒有；一個985畢業生最終去做外賣騎手；一個211研究生工資還不如初中畢業的網紅主播。這不是努力的問題，這是通道被鎖死的問題。而房地產的崩塌更像一記重錘，直接砸在普通人背上。你拼了10幾年才湊夠一個首付，等你準備喘口氣的時候，卻發現房價在下跌，房子在貶值，你的房貸本金卻1分錢也不會少。根據公開資料，全國多地房價相較高峰期已回撤 20% 至 40%。部分3、4線城市跌幅已超過 50%， 法拍房數量連續3年刷新歷史紀錄，斷供、爛尾、以房抵債的案例層出不窮。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有一大批人，一邊要還貸，一邊看着房子縮水，一邊承受負資產，一邊不敢失業，不敢生病，不敢出任何意外。他們像一根被繃到極限的弦，再輕輕一碰就會斷裂。更諷刺的是，地產崩了，帶走的不只是房價，帶走的還有建材、家裝、中介、家具、家電、裝修、銀行信貸、地方財政。這些行業背後站着的是幾億普通人。當一個人賴以生存的行業消失，它不是轉型，它是直接被擠出牌桌。於是我們看到大量看不見的迷你悲劇：一個曾月入2萬的銷售，現在月入3000；一個裝修老闆開始送外賣；一個女白領回老家擺地攤；一個程序員去開網約車。沒有新聞報道，沒有熱搜提醒，只有他們自己默默承擔。當消費起不來，整個社會就像失血一樣。
商場空置率上升，小店成批倒閉，寫字樓租不出去，創業項目紛紛熄火。而真正的惡性循環在這裡形成：收入低不敢消費，市場萎縮，企業倒閉，失業增加，收入更低。這是一個非常冰冷卻極其真實的下行螺旋。而就在普通人拼死掙扎時，宏觀數字卻在穩中向好。你發現沒有？統計數據越來越漂亮，現實生活卻越來越難看。這就是當代最魔幻的地方。數據在上漲，體感在下沉，報告在歡呼，街頭在沉默。人們開始明白一個殘酷事實，不是自己過得不好，是這個模式根本就沒打算讓你過好。當財富不斷向上聚集，當資源持續集中，當權力與資本形成閉環，普通人唯一能做的就只剩更用力地活着。但問題是，再用力又能改變什麼？所以你會看到更多人開始極端節省，不旅遊，不聚餐，不談戀愛，不結婚，不買房，不生孩子。社會看上去還在轉動，但其實人心已經停止了向前。如果說過去的中國是靠希望驅動的，那現在的中國越來越像是被恐懼維持運行的。怕失業，怕生病，怕還不上錢，怕房價再跌，怕孩子沒前途，怕明天更難。當一個社會的人普遍活在怕裡，他就失去了真正的活力。而這才是越努力越貧窮背後最危險也最真實的那一層含義。不是因為你不夠拼，而是因為這個系統根本沒有為你保留任何出口。你能做的只有繼續走在生存邊緣。你不敢慢下來，因為一旦停下去，等待你的可能就是被抹去。而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一點，這個時代就真的走到了一個臨界點，一個要麼重構，要麼徹底撕裂的臨界點。